大家好，歡迎回到北歐老吳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6年4月10號，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從美東時間11點半開始啦，計劃直播30分鐘。現在等待大家進入直播間，確認一下聲音和圖像，這樣我們就可以開始了。是否有進入直播間的朋友，幫忙確認一下聲音和圖像。你好，蘇珊，請幫忙確認一下聲音和圖像，這樣我們就可以開始直播了。声音和圖像怎麼樣？有沒有問題？因為之前發生過。你好，親朋友。因為之前發生過，有時候這個聲音和圖像這個沒有同步，或者說我這邊說話大家聽不到。好的，感謝這個確認。我們看一下現在這個大盤。那麼這個現在看的這個是周線，現在看的是標普周線。先看一下大盤，在周一我們直播的時候，不对，我們在周二，因為周一是对，周一，周一直播的時候，这個就出現周線底分型了。當時我們看的時候就有周線底分型，對吧？現在這個底分型已經非常強了，出現了一個強底分。那麼既然有強底分型，那肯定就有弱底分型，對吧？這個我們說過很多次。這個強弱有什麼區別？就是看這個第三元素的位置，就是底分型有1、2、3元素嘛。如果第三元素的高點突破了第一元素的高點，像這種就沒有突破，對吧？就是弱底分型。那麼強底分型它更容易，或者說它出現一筆上漲的概率比這個弱底分型的這個概率大，所以就這麼點區別。那麼現在就是一個強底分型，但是並沒有100%，就是說一定要出現一個這個延伸出一筆來，所以說只是这個概率大一點。那這樣的話，它這個有希望是再次突破前面的7002這個最高點。那麼這個結構就很飽滿了，在周線上，這是 A 中樞 B 中樞，然後這還現在是一個3買，然後再打一個離開，就是走 C 段，對吧？那這個結構是非常飽滿的，所以說現在看着它也可以是一個什麼情況，就是因為現在看的周線是周線圖，它也可以說，比如說我用2周就突破7002的話，那只有4根 K 線也是沒有問題的，那这個結構也是飽滿。一定要注意，不是說我一定要5根 K 線才算飽滿，就是說這種結構按照我們這個模型來講的話也是飽滿。如果說是少於5根 K 線作為這個 C 段的話也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這個需要我們後期跟蹤。然後它這個 MACD 現在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跡象，還在0軸以上，在周線這個圖形上 MACD 還在0軸以上，而且是要收縮，對吧？有那個趨緩的跡象在這裡，如果說能停得住的話，那基本上再次突破7002就是概率是非常大的，所以這都是非常好的跡象，對做多的人。然後我們再回到日線上，那麼日線上現在有一個小的那個壓力位正在面臨着，就是這個前期2個高點連線，在日線圖現在是日線，2個高點連線，這是7002，然後這是6952，那麼這有一個位置就是2個高點連線這個位置，因為現在看的周期是日線，如果說頂到這個位置，因為現在從下面出現底分型之後，已經連漲了8個交易日了，連漲8個交易日，漲的這段的延續性非常好。如果說再往上衝一衝，看能不能衝到这個2個高點連線這個位置，給一個2買，然後再打一個高點也可以，對吧？但是目前看，現在這個 MACD 也是張口張得非常大，這是我一直強調 MACD 不要看什麼金叉死叉，對吧？你光交叉沒有用，這個張口一定要大。張口大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這個動能強，或者意味着小周期的動能強，所以要的是这種大张口，只有大张口才有大力度。那麼現在如果說再往上衝一衝，看能不能衝到這個位置，但是如果說衝不到那個位置，直接掉頭也可以，這裡直接給一個頂分型，然後給你一個回落，
給個二買，然後再打一個高點，就再次突破7002也可以，就是說什麼都可以。但是呢，你需要去後期跟蹤，你可以在这里，如果说这里出现点纹型的话，你看它能夠回落到什麼位置，對吧？我們把這個其中一個 0.236 給它去掉，一般就留3個，這樣的話圖形上就不會那麼亂。如果說回落到0.382啊、0.5啊、0.618，畢竟現在中東那面並沒有完全結束這個戰事，只是臨時停火嘛。再出現什麼變數的話也很正常，對吧？畢竟這個還沒有達到一個最終的協議，所以說如果說真的要出現回落的話，你要注意是不是給個二買，因為這裡也是可以給你一個反向中樞啊，這裡可以做一個反向中樞了，有進入段，然後2次反彈確認，然後可以是其實。再次跌破6316，在理論上是可以的。再次跌破6316，在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就是走離開，就是走小 B 段，這是 A， 就是反向的 A， 然後走個小 B， 然後在這裡再做一個反向 B， 在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對吧？當然了，它也可以是給你個二買，然後再上去，那這樣就完成了週線的一筆下，週線的一筆上。對吧？所以說我們做交易一定是利用這個完全分類，分類出不同的情況之後，我們後期就跟蹤它的這個邊界條件，它的這個轉換的這個位置就好了。好的，針對這個指數，我們簡單說這麼多，我們來看大家的提問。先看一下蘇珊問了一個 ALAB， 那麼 ALAB 的話，我應該是在上周你問了這個圖形吧？這不是上周啊。就是那個周一的時候，還是說是什麼時候？你問了這個對吧？你當時是好像是想建倉還是怎麼着？我們看一下它這個圖形的大周期的結構。那麼 ALAB， 這個大家應該都比較熟悉，這個或者說簡單說一下吧。它是這個 AI 基礎設施連接領域的那個純血標的了。主要是基於這個主要做的就是高連接芯片。高速連接芯片解決什麼呢？就解決 AI 算力集群中的這個數據傳輸瓶頸，就這麼個玩意兒。其實就是給這些數據中心，因為你要那個數據要傳來傳去的時候，你這個是有瓶頸的呀。所以說這個 ALAB 是主要幹這個的。然後呢，它的競爭對手有啥呢？有那個博通啦，博通 Broadcom 是它的一個競爭對手。然後它現在的這個最大問題就是有點這個估值有點透支了。對吧？对它的估值比較大，然後那個比如說，因為博通也要進入這個領域了嘛，要跟它競爭了，所以說它能不能夠維持這個高利率，是這個在市場擔憂的。但是圖形上我們看一下，而且你看它上市並沒有很久，2024年才上市，2024年才上市。那麼現在在我們周一分析的時候，可能也出現了底紋型了，但是現在已經出現了一個非常強的底紋型，跟那個指數是一樣的。我不知道你進場的位置，但是我們簡單看一下這個圖形。現在就看這裡，對吧？能不能夠給我週線上來一筆？那麼你就是以102.2作為這個起漲這個進場的依據。只要週線這個底紋型不被打掉，那你就可以生長出來一筆。當然也可以直接一個微轉也可以，那就是後期跟蹤了。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以這個不是102，最低點在97.89，97.89。所以你现在其實就做的就是週線這一筆的一個上漲，那麼你也可以把這個這裡有一個類中樞給它圈出來，那麼看它是不是你也可以把這個中軌給它加上，對吧？看它是不是到了這些位置，是不是受到這個一些賣壓、一些壓力位置？那麼這就是你在週線上。我們再看一下日線，那麼日線上這一段這一筆跟隨着這個大盤也都是基本上很多圖形都是這樣，很多股票都是這樣。你問還可以拿嗎？今天剛好是頂到了120天，看到沒有？剛好頂到120天上，對吧？就是剛好頂到120天，能不能拿的話要看一下它的小周期，因為現在畢竟是強嘛。今天漲了15%了已經，然後今天 AI 板塊的漲都不錯，就是像這個的話，還有什麼很多今天跟 AI 相關的数據中心相關都漲得非常好。我們看一下它这個問能不能拿。那強勢表達的時候，我當然可以多拿一拿，但是那就看它小周期是不是飽滿，就看小周期的飽滿度。那麼小周期现在看的是1小時，也就是日線的次級別。那麼這裡走了一個12345，看到沒有？1小時走了一個12345。那麼12345這個5走的特別強，所以說你現在可以等一個
它因為1、2、3、4、5、6、7，因為大概率是要出現6，然後7。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這個5太強了，你想要它回落的話，那需要跌到，甚至是就是說它只要不碰這個位置，我们把这个價格標出來，只要不碰122.4，都有6，或者說不出高點也可以的，這裡做中樞也可以。所以你就看你要不要這一筆回落，你要不要避開，對吧？那麼要不要避開呢？現在是這個頂分型還沒有出現。如果說不知道你的成本在哪裡，如果說在這個下面進的成本，我們看一下大概你現在的盈利多少，已經盈利50%以上了，對吧？如果說你是一直在你上周問的時候進的，那已經50%的盈利了。我給一個頂分型，我減一點，對不對？你減一點之後，那個給我一筆回落，我再買回來，可以再出高點，或者說在這裡再做中樞，我的每一個上去我都可以這個減倉，然後每一個回落我都可以買回來，在它基本面出現變好的情況下，所以說而且日線上也頂到了120天這裡了，對吧？日線上頂上120天，然後1小時現在也是第5段，這是1小時第5段，然後這裡有一個中樞，然後這是離開，說明什麼呢？說明這個1小時上它現在走的是小 B 段，1小時可能要在這裡再做一個中樞，可以再來一個高點。所以你需要盯的周期相對的比較多一點，就是說現在1小時上不能滿足你賣在這個相對的高位了，需要再看小周期。我看一下，這裡是15分鐘，這裡有一個中樞。這15分鐘，這裡再出第二個中樞，還可以再打一個高點，因為意味着這段還沒結束，也就是說1小時這個5還沒結束，那就看你15分鐘這個級別能不能夠盯，或者說15分鐘這種震盪你能不能夠忍受。那它這個下面這個波動區間才2%，也就是說它這裡調一個2%可以再上去，就大概率啊，大概率。所以說就看你這2%是要不要這個短差了。那麼整體來講是已經是強勢變好，所以具體要不要做小周期的就看你自己個人了。然後再看那個往下看，秦朋友問這個 MU， 那麼 MU 的話就是也是這波反彈也是反彈都非常強，我們把它這個結構給它飽滿一下，那個更新一下。最高點423，對。那麼我們看一下它其他周期上，周線上，因為它這個裡啊是一個就是類似中陰狀態，在周線上它這裡其實是一個中陰狀態，它要麼是再次突破471。要麼再次跌破311，才有可能出現這個變化在大周期上。因為現在它沒選，這裡沒有選方向，對吧？它因為只有新的一筆出現，才能說你前面這一筆結束，就是筆只能被筆破壞，就是說老筆只能被新筆破壞，你才能說前面這一筆結束。那麼這個新的一筆一直不出現，你就不能說它結束啊，它就可以一直延續。所以這個位置是可以是一個中陰狀態，它可以是一個這個頂分型，可以被再次破壞掉。所以這就是現在這個 MU 在大周期上它沒有方向。我們看一下日線，那麼日線上它這裡就是說從這個起漲點61.54，這裡有一個 A， 這裡有一個 B， 對吧？它可以是不對，我們看一下這個起漲點在哪裡，是在就是在這個是這裡103這裡，我們把這個103。因為103是這個123的這個起漲點，103是這個起漲點。我們看一下日線上103，我們把這個給圈到這裡。那麼從103這裡來分析的話，它其實就是兩個中樞嘛，它可以再往上走，再次突破這個471，那就是我們剛才在周線上看那個，就周線上不是說沒方向嘛，它可以是再往上走啊，再次突破471，那就是這個走這個 B 中樞的離開，也就是再次突破471，但是。如果說提前選擇不突破471，只是在這裡做，比如說做兩個中樞，再次跌破這個311，可不可以？當然也可以了。那就是我們剛才說在周線上那個回落那一筆，對吧？所以現在關鍵點就是能不能夠再次突破471這個位置。其實沒有必要管它，因為它這裡有一個中樞啊，你就做中樞震盪就好了。
所以說现在針對這個 MU 的話，你就跟蹤做這個中樞震盪。但現在這個筆現在有點弱了，就最後這一筆，它這個你看這個張口，你去跟剛才那個指數一比較就很明顯，這個張口就小嘛，對吧？張口小說明它的動能沒有那麼強，尤其又到了這個中樞的上沿這個位置，我們中樞上沿畫的是這個位置。就是這個畫法呢，是用的這個多異性的畫法，就這個中樞用的是多異性畫法，或者說用遞歸的畫法，不是用高低點來畫的。用高低點畫的話，它這個中樞並不是那麼的規整，所以說我用的是這個遞歸畫法，高點畫到這裡，然後不是高點畫到這個次高點，然後這樣畫的。所以說中枢的這個位置在這兒436.89，說都是大概齐的話，你也可以那個，你如果說這個取高點的話，就取455，差不太多，对吧？無論怎樣的話，這個位置都是現在它要往上漲的話要面臨的這個壓力的位置，所以說說明它這段動能有點弱。我們可以再看一下下邊的這個1小時的話，那麼在 MU 1小時這裡是有一個中樞，那麼1小時這個中樞啊。因為它這一筆經過包含處理之後，也夠，哎，這個中樞是這個滿足定義的，就2次回落都夠一筆，所以說這個中樞是沒有問題的。那麼現在這裡還給了一個3買，你看到沒有？之所以弱，就弱在這個出現3買之後的離開，這個1小時這個3買之後的離開弱，就這個123的3弱，現在這個3弱。所以說它這裡有可能要回來，在這裡再做一個中樞，甚至是再踩一下這個120或者200均，120、200均，在這裡做一個中樞之後，然後再上。所以說就看你這裡是不是要先減一點，然後等待再次買回來這個短差。這樣的話有2個中樞之後，那麼這個就可以結束了。那在這個結束的話，它想要突破前面的471的話，有點難度。我們看一下現在的價格，比如說它踩到200均的話，到這個471前高是18%，有點難度。所以我個人看的話，日線上它可能這裡是上去，然後再踩一下，可能再上也可以。就現在其實就是個中枢震盪，最後這個中枢震盪。好的，這是 MU， 然後我們再看。他又問了一個 AMD 的話，我們上周是不是不上周，上一次是不是也分析了？那麼 AMD 的話，今天就是這些 AI 相關的漲都不錯，它的也是大周期上是這麼一個結構。我們看這個起漲點在這個76.48，起漲點在這裡。那麼這個的話是一個123作為一個進入段，然後開在這裡震，對吧？現在其實就是這個188.22上漲這一筆，那麼這一筆沒結束，那麼現在又做了一個空中加油，這裡做了一次之後又做了一次，那麼這個是離這個零軸比較近的，這第2次這是零軸比較近的。如果說能夠空中加油起來，張嘴這個快門線張口的話，那就希望再次突破這個267，所以這就是在大周期上我們要看一下。那麼再看一下它的小周期，日線還是一筆。日線上還是一筆，從188到這個最高點，它有回落，但是不夠比，有回落但是不夠比，所以說這是1小時的，那就看它1小時。但是它這個1小時，我們上次不知道你問的時候是不是這樣了，已經就是一個9段升級的，這是一個超過9段或者說9段升級的一個那個中樞，這也是為什麼你在日線上看。這裡好像是有個中樞似的，其實是1小時的這個中樞升級的。那麼它的離開是從這個位置離開的，這個200.262，200.62開始從這裡離開的。我們看一下它離開之後發生了什麼，然後還給了一個次級別3買，然後又上去了。所以說現在這個9段升級的中枢的3買還沒出現呢。我記得我上一次說的就是說，它2次回落。有交叉的時候，這個是3買，應該是上次這麼分析的。現在這個還沒出現呢，因為它是一個浪形的，是123，它可以完全是出一個12345，然後再回來。那這個還是3買，才是真正的下面這個中樞的3買，對吧？所以你就可想而知這個走勢的這個生命力有多強。
你預測是預測不了的呀，對吧？我在這裡能夠預測這裡是在這裡出3買嗎？還是說到上面的出3買？不知道啊，這都是一點点生長出來的，但是結構是能夠預測出來的，能夠推演出來的。所以說只要沒有出现這種情況，那你就繼續做這個123就好了。現在明顯是3是不背馳的嘛，我們目測也能看出來，我們可以軟件測一下，對吧？已經突破了等比例了，241是這個123的等比例的位置，現在已經突破它了。那麼，但是呢，它現在這個123的3裡面的話，現在這裡是有過很多小中枢，所以說，而且這個有可能是一個小中枢升級之後的中樞，所以说這個什麼時候飽滿了，那就要回落了，就是這個針對下面這個大中樞的一個1、2、3、4、5， 4的回落，它可以出一個5，也可以出一個不出高點的，在這裡做中樞，對吧？然後這還是都是3買，好，可以繼續上。好的，這是針對這個 AMD， 具體怎麼做就看你自己怎麼選了，對吧？所以說我已經告訴你方法了，那跟蹤它我就沒有辦法一個個跟蹤了，這都是大家的其實日常的一個這個工作。你能不能夠做小周期的，就看你個人。如果說做不了小周期，你就做大周期的。1小時啊，你就看簡單的操作，就是出現頂分型了，我賣一點。比如說這裡出現頂分型了，你也賣了，那也沒有問題呀。畢竟你只是賣的是1小時的倉位，而不是說你的底倉。底倉是一直拿着不動的。你做這些小周期的差價操作的目的是為了把成本降下來，对不对？所以说，不要混亂，不要把那个每個周期的交易跟你這個就是中長線的倉位和你短期的這個倉位不要混到一塊兒去。你要清楚你現在做的是什麼交易周期的交易，然後你的中長線又要看什麼，它看的周期是不一樣的。你不要覺得啊，小周期的這種震盪把你底倉都賣沒了，這種小震盪把底倉都賣沒了，那就得不償失了，對不對？好的，這是針對這個 AMD。然後我們再看蘇珊朋友問了一個 CRWD， 這個應該是一個網絡安全股吧。然後他說周3沒有減倉是吧？這裡是一個我們當時分析不知道在哪兒，但是這是一個明顯的上去，這不是有一個中樞嗎？然後簡單操作就是中樞震盪嘛，有了前3段構成中樞之後，你就中樞震盪就好了。說白了就是一個模糊交易，你不是那麼精確，抓不到這個叫什麼？抓不到精確拐點的時候，出現頂分型了，又是中樞上沿，你就慢一點，到下面了中樞下沿。但这種是稍微等一等，因為它前面是漲了一段時間了，已經漲了，就是從這個下面上來漲了18%了，然後又是連續漲了，一直基本上每天都在漲的情況下，然後出現頂分型了，你減一點。但是下來只跌了3天，說明跌得快，你就不要加，就怎麼加怎麼減也是不是說那麼簡單的，就是說出現了啊，到了中樞上沿就要賣，你要看它的內部呀，或者說簡單看一下，打眼掃一下啊，我已經漲了這麼多天了，然後又到了這個位置，然後當天又出現大跌，我這個在4月8號周3那天，它是收平的狀態，但是一個衝高回落嘛，明顯是有中樞，你減一點嘛，對吧？那麼現在回來了，但是現在回來為什麼不加？回來不加的原因是它跌太快了。對吧？雖然說到了中樞下沿，但是我跌這麼快沒有緩衝，我可以等一等啊，這沒有問題吧？然後1小時上，那麼1小時你看前面這磨磨唧唧的上到這裡，然後基本上就2、3天就跌到基本上跌到前面的低點這個位置了，就說明它的動能強啊，下跌的動能強，那我可以再等一等，比如給我個1、2、3的時候，甚至是再次跌破前面這個低點，然後給我一個1、2、3，我買的這個位置，對吧？不是說到了下面這個下沿了我就要買，而是說出現背馳了，小周期要有背馳，起碼是1、2、3的背馳，或者1、2、3、4、5的背馳，或者說帶中樞的背馳，對吧？不是說下來了我就要買，上去了我也不是馬上就要賣，但是你如果說懶得去每個周期都看的話，你就可以借用這個周期，借用這個那個震盪箱體，然後再簡單看一下，尤其是衝高回落，對吧？所以說這個其實可以這個大周期小周期結合起來的話，你可能做起來就比較游刃有餘一些。那麼現在你沒有賣還拿着還虧了，那現在又不能補，
你现在割的話也沒有意義啊。你割肉的話，你一割沒準就再跌2-3天，然後人家又小周期又那個有背馳了，對吧？又該買了，你就相當於節奏沒做好，節奏沒踩好，該賣的時候沒賣，然後該買的時候你要再買，相當於倉位你就亂了，你就相當於因為你不保齊你這裡給你一個彈之後，它可以繼續往下走。你這個位置買了，然後上去又沒賣，那相當於你的倉位就變大了。然後它繼續往下走，那你相當於我這個位置再買，越套越深，倉位越來越重，這個是不對的。倉位這個東西是非常關鍵的，尤其是在你做的周期比較大的時候，然後又想長期做，倉位一定要配置好。那麼一旦配錯了，就是說高位上去沒賣，我們說了，在盈利的狀態下，我寧可賣早。在你一定要注意。賣和買的節奏是不一樣的，我寧可賣錯也不要買錯，這是禪師的原話。怎麼講呢？就是我寧可賣的早一點，我搶跑一點，我是賺的，也比你套在裡面強。但是呢，買的時候就不能搶跑了，買的時候一定要小心，因為一旦買錯了，你就套在裡面了，对吧？所以說買和賣它倆是不同的，區別對待。我只要我少賺一點沒有關係，我只要是賺的。但是一旦買錯套在裡面的話，你相當於資金就被套在那裡了。這就是買和賣的這個節奏是有區別的，要這個寧可賣錯不要買錯。所以說買的時候一定要小心，要斟酌好，想好退路，倉位想好，配置好，你才開始買。你都想好了哪個位置要地方我要止損，我才開始進場買，而不是說這個漲了我就買一點吧。所以說一定要這個想好退路。現在沒有辦法這個去做，就是說買也不行，賣也不行，就是不能做操作。那麼你如果說因為大家還有幾分鐘要結束，我可以把這個說的更細一點。那怎麼辦呢？那就需要再次降低周期了，因為1小時上沒有周期，沒有結構啊。雖然說1小時出了這個底分型了，但是這裡跌得太快，我需要看它的小周期上有沒有一些結構，讓我進場做更小周期的解做。但是呢，級別越小，意味着風險越大，而且你對應的倉位也是小的。所以說這種小周期的有能力就做，沒有能力的話就看着就好了。那麼在5分鐘這個周期，我們看一下，這裡是有過很多的折線，对吧？是有過中樞的，這裡也是，你看它一直下來的時候，全是5分鐘中樞的5分鐘結構的往下砸，說明這個動能特別強啊。級別越小，說明它的動能越強，它就用了5分鐘就給你砸下來了。那麼現在有希望，這裡是在做這個 C。這裡也是大概其是有這麼一個中樞，你看它5分鐘上用了3個中樞砸下來，5分鐘上用了3個中樞，甚至是4個中樞。我們再仔細看一下，這裡也是算是一個吧，這裡也是有這麼一個玩意兒。但是呢，這兩個是高低點的話，你如果也算的話是有接觸的，這是一個升級的這個中樞。上面這裡的話是沒有升級，對吧？就相當於這樣。1、2、3、4做了4個中樞，4個小中樞。但是呢，因為3和4，第3個中樞和第4個中樞高低點有接觸，這是一個升級的。前面這兩個是沒有接觸的，那就變成進入段了。這就變成進入段了，因為這個中樞升級之後，它的級別大了，前面的級別小，就變成進入段。那麼它開始走這個升級中樞之後的離開，它完全可以在這裡再做2個小中樞，這裡做一個，這裡做一個，跟前面的結構一樣。然後這是一個大的升級中樞，然後再結束整個的這波下跌。就是為什麼我說它跌得太快，你不能夠做大周期，就是1小時上沒法做的原因，就是因為它5分鐘上沒飽滿，5分鐘上沒飽滿。那麼5分鐘上什麼時候出現，再給我出現2個的時候，我可能才考慮要進。但是5分鐘這個周期太小了呀，你能不能夠做得了5分鐘？這需要盯盤的。你如果說盯不了的話，那就是等待1小時或者說30分鐘上給你折線的時候，3折或者5折的時候，我才往裡進，對吧？給你打個3折，給你打個5折的時候，我再進。所以說，沒有那種結構，那你想做反彈，你一旦進去了，然後這個反彈你看着挺大，我們看一下它有多大空間，3%，對吧？你看着，哎，這個位置我看到它要反彈了，我買了一下，但是3%你去開會了，或者是去喝個咖啡或者怎麼樣，哎，沒出，因為它5分鐘就這麼。我們可以看一下有大概的多長時間，
對吧？可能就1個小時就結束了，因為是5分鐘周期的，每一個 K 線是5，你一乘就知道了。所以說这個周期是很短的。那麼它現在完全可以再次下来，然後在這裡再做中樞。你如果說操作不了這種的話，就很容易被套在裡面，而且你的倉位還大了。所以說針對它的話，我的建議是等待30分鐘或者1小時，什麼時候給到我3折、5折，打個3折、打個5折的時候我再進。這樣的話，看它是不是，因為下面是有1個中樞、2個中樞，但是也是高低點有接觸，所以這個票偏弱。現在這個安全做網絡安全的，不知道為什麼出現什麼問題了，還是說這些 AI 相關的這些公司出的這些 agent 對他們也造成了危險嗎？還是怎麼樣？是不是什麼消息刺激它，對吧？所以是什麼消息刺激的？哦，是軟件。今天確實是，今天很多軟件都在大跌。你像這個 ServiceNow 也在大跌，就是這些軟件相關的都在跌。所以，在這種板塊轉換也好，或者說因為 AI 的原因造成他們下跌的情況，那你就要盡量少動，看大周期少動，或者說就不做這個板塊。你有能力去做空，每次反彈去做空它，因為它基本面不好嘛，对不對？所以遠離這些基本面或者說板塊不好，或者說市場不看好他們的這些板塊，多做主流。說過很多次了，做主流對我們來說是最簡單的。好的，那麼的話，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今天就只能講到這裡了。